邓耀北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不好意思直接跟您说，钢厂改造的事儿，他考虑再三，他觉得挑不起这个担子。这意思是说，他想变卦？也不是，他说他挑不起，不是说不帮咱们，不帮钢厂的工人，更不意味着大洋集团就不投资了。不意味着大洋集团不投资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就是出钱不出力。不懂。很简单，他不是不想出这个力，而是他们没有这个力。大洋集团还会参与开发文化地产，但只是负责投资，运营他们没有经验，也没有这样的人才，还得需要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，专业的机构来做，才能运营得更好，才能把钢厂的遗产盘活。这回听明白了。那看来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像北京798那样的运营商，而且最好把他们拉到这个项目里来。邓耀北就是这个意思。投资这方面他们没有问题，包括具体的投资额度和占股比例，这些都可以再谈。看来邓耀北还是挺替咱们着想的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拿你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，我这小心脏真是跳了好几下。你要真撂挑子不干了，我非得找个地方哭会儿去。哎，您别哭啊！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曾书记，咱们打交道有一段时间了，您知道，我邓耀北不是那种人。耀北，我比你年龄大，但我特别想非常由衷的跟你说一句，耀北兄，谢谢。哎，书记，咱们能不能不来老同志的那一套啊？繁文缛节的就不要。好，那咱说正事儿啊。这个钢厂的事儿呢，金市长的账是这么算的：土地作价55个亿，拿出15个亿给钢厂的职工做安置费，剩下的钱算是我们的财政收入，偿还一些即将到期的地方债。卖地开发地产，一锤子买卖。乍一看呢，这一手赚得多，但卖完就完了。这并不高明。曾书记，我好奇的是，您的账要怎么算？我是这么想啊，钢厂呢改造成这个文化区，钢厂的土地、厂房占55%的股份，你们大洋集团投资25个亿，占25%的股份，我再拉一家文创产业集团，让他们出20亿，占20%的股份，这样呢，我手里就有了45个亿，我拿出15个亿，安置钢厂的职工。剩下的这些钱，我作为钢厂的改造，还有文化园的运营，把钢厂改建成艺术区，未来的收入是源源不断的，这个钱可以慢慢的还地方债。我想呢，等我这个钢厂建成了，到时候我们把品牌打出去，还可以高估值的引入一些投资方，以解决后续的资金缺口问题。不仅在经济上划算，还能给咱们渤海留下一处人文景观。曾书记，这笔账您算得明白？那咱俩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，有你大洋集团这25个亿的投资意向，我将来跟文创产业集团就好谈了。老同志，踏实了。踏实。那不用找没人的地儿哭去了吧？该哭还得哭。哎呀，不过这回是感动的哭。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筹备会。大家都知道，18大以来，中央多次要求经济发展动力
要从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的投入，转向创新驱动，淘汰落后产能，关停高污染、高能耗的企业，刻不容缓。钢厂连年亏损，而且带来的大气、水、废渣等污染问题，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。为了服从国家关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、生态环境提升的大战略，钢厂就要关闭了。钢厂关闭以后，我们的工人们怎么办呢？这是市委和市政府一直所关心的问题，也是我们燕来书记和海东市长一直牵挂的问题。通过调查研究，集思广益，以及听取广大工人师傅们的意见，我们决定开办这个渤海钢厂职工技术培训学校，通过专业技术培训，提升我们钢厂广大工人们的竞争力，让我们的工人成为未来职场的香饽饽。有关具体的思路，请我们的任副市长给大家谈一谈。我们要成立的这所渤海钢厂职业技术培训学校，主要有2个专业方向，一个是由大洋集团提供师资力量，设置港口建设、运营、船只维护、航运等专业课程，学员结业后可直接到大洋集团及旗下产业上岗工作。再一个是由北京科净环保集团提供师资力量，设置治污、环保等课程，学员结业后可直接到环境综合治理部门上岗工作。几年后，我们的渤海港口环保产业会进一步做强做大，这些工人都将是可以依赖的生力军。除了这所培训学校，市里还有2个安置计划正在推进，一个是成立渤海钢厂工匠服务公司，做强钢厂工匠品牌，为市民提供优质的物流运输、客运、水电维修等服务。另一个，为了鼓励职工的自主创业，我们还专门拿出钢厂的一栋办公楼，打造一个全新的面向钢厂工人的创业公共平台，并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辅导、创业补贴和税费减免等配套服务。一句话，只要是对广大下岗职工有利的事情，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推进。借今天这个机会，我给大家公布一条信息：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渤海炼钢厂定于7月8日正式关闭。曾书记让我给工人师傅们捎句话：钢厂第1天关闭，第2天，我们的工人师傅就能进学校培训。好。好，下面请职工代表自由发言。书记，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？好，可以，什么都可以提啊。我们的安置补偿什么时候可以拿到？好，请大家放心，曾书记让我转告大家，在钢厂关闭前，工人们的安置补偿金会一次性的发放到工人们手里。好。今天的会开的还是很成功啊！后面几位工人师傅的发言还真挺感动的。不瞒你说啊，有2次我的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，要不忍着，差点就掉下来了。哼，什么时候程书记的感情也变得这么丰富了？你就没感动？说实话，我是将信将疑。像这种活动，咱也参加的多了。很多时候啊，都是选出来的代表，词儿都是事先编好的。哎，老人啊，我觉得这可不是我们俩谁感情丰富的问题，还是你的心结没打开。我有什么心结呀？你看，这个钢厂安置的问题，还有地方债务的问题，还有你们工厂的……行了，您别说了。我承认，有些事儿我确实没想到，但是啊。我现在
也不想发表我的任何个人意见。我说什么也没用。不是老人，那你前几天跟我说的找曾书记谈的事儿，你没去啊？我去管什么用啊？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正式成立渤海钢厂工匠服务公司。钢厂工匠这个劳务输出品牌，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上成立了。他们秉承着钢厂工匠的奋斗精神，以专业务实的服务工作理念，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。渤海钢厂工匠服务公司就为渤海的运输业、物流业、家政业、水电安装业、建筑业以及土木工程等各行各业提供了超过1万名以上的优秀员工。这些秉承着工匠精神的昔日钢厂工人，迅速地成为了行业的骨干和模范，加入到建设渤海的队伍中。希望钢厂工匠再接再厉，为渤海市整体的发展增光添彩。哎呀，您说就这么大一个钢厂，说关就关了，啊？是啊，平时吧，看见这大烟囱，咕嘟咕嘟的冒黑烟，觉得也的确是污染，也该关了。可要是真关了呢，这心里真不是滋味。谁说不是的？在你刚进门之前，我一人跟这儿喝酒，我就琢磨呀。您说咱老哥俩在这厂里边，从学徒到现在，好歹有几十年了吧？咱这钢厂开到今天也得有60年的历史了。就这么就没了啊？就这酒，都得有100多年历史了吧？啊，这不还在呢吗？啊，咱们这就什么都留不下了。曾书记不是说了吗？土地不卖，说要在咱们厂办一个什么工业文化园啊，这个车间、厂房还都在。我知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
咱们这钢厂是不是应该留下点什么东西，什么念想啊？当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回忆青春。咱搬家离开这儿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回到这里看一看，咱一眼就能看到这个东西。到时候咱可以拍着胸脯说：“这儿以前是咱们的地盘，咱的根儿。”报告贴出去了，一大早就贴出去了。工人们的反应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其实我一开始啊，还挺怕工人闹事儿的，结果呢，一个闹的都没有。大家啊，就是围着这布告栏看。您说我们贴那布告，通共就200多个字，2分钟也就看完了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在这儿盯着看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走，还有的人呢，给别人挪地儿，但是他自己看完了也不走。后来啊，就这人越聚越多，我有点害怕，我就在旁边一直盯着。工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，毕竟在那工作了这么多年了，爱上顾家嘛。哎，金市长，那你说关停那天，我们要不要搞个仪式？我觉得仪式就不要搞了，关停对工人来说又不是什么好事。再说了，安置的费用啊，能及时到账，真金白银能拿到工人的手里，这才是硬道理。这万一这个钱没下来，你再搞什么仪式，那非惹出一点乱子不可呀。也是，金市长，这个安置费是怎么解决的？我听说啊，这曾书记在跟大洋集团谈判，如果这合同顺利的签下来，能不能先让他们把这投资款打过来，以救我们燃眉之急啊？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，但是我自己心虚啊。我们跟企业界接触了不少啊，说好了的事情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可一遇事情，那就难了。他们可以找到各种理由，最终没钱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能告他吗？没用。你看着吧，到时候真要是火上房了，我还得把卖地的法案给提出来。是啊，金市长，毕竟那些工人嘛，他们都拖家带口的，你不给他们钱，你让他们怎么生活呀？是。所以啊，这事儿您还真的多得盯着点儿，要不然我没法向那些工人们解释啊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这下妥了，曾书记心里那块石头啊，可算是落下来了。钱什么时候到才是大问题。刚才有2万多人等。合同都签了，白纸黑字。况且就冲邓耀北这个人，绝对没问题。但愿吧。哟，
田师傅，哎，王师傅，今儿你有事儿啊？不是，我2个徒弟当班，我有点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嗨，你还担心这个呢？嘿，咱这都有一天没一天的了，那停产布告都贴出去好几天了，过几天烧完这最后1箩钢水啊，嘿，咱也得关门大吉了。王师傅，咱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了，咱得站好最后一班岗，你说呢？行，那您忙着，好，我回来。好嘞，忙着啊。好嘞，再见啊，再见。真不行！我一跟你谈钱，你就说不行。那你给我交个实底，咱们现在还有多少家当？你别管我还有多少。什么叫我别管了？我是市长，我还不能问了？能问，我是怕告诉你，我又怎么了？你这个守财奴。行了，我就跟你直说，能不能从财政拿出15个亿，给咱们钢厂的工人做安置费，行不行？你是市长，你伸手要了，我只能给你。但是你得想一想，拿出15个亿以后，我这日子就不好过了，方方面面都管我要钱。过一段还有几个大项目要上马，远的不说，置物这一块，曾书记提前跟我打过招呼了，要留出资金。你说，我这个家应该怎么打？啊，那你的意思是拿出15个亿很费劲，是不是？费劲。说你的理由。这不，曾书记也在想办法呢吗？市政府和大洋集团的合同不也签了吗？让他们赶紧付钱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唉，不怕意外，就怕万一呀。行了，我跟曾书记聊吧。哼，真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你把心放肚子里。别，你还是再跟我说说，要否则我这个心里真的没底。我再说一遍。行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。好家伙，这都说几遍了。大洋集团投25个亿，那这按照合同规定，人家1个月以后付款。当然，经过我的这个死磨硬泡，人家呢也理解咱们的困难，哎，也非常同情咱们的那些工人师傅们，所以人家决定先预付我们15个亿。我说明白了吧？其实我早就听明白了。我就想让你再说一次，我这心里更踏实。我有那么不让你省心吗？哎，咱们说归说，闹归闹啊，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在钢厂关停之前收到这笔款。放心吧，昨天刚给他打完电话，没问题。那你说这老田啊，把咱们给忽悠过来，他没人影儿啊？他去哪儿了呀？刚刚他还火急火燎的给我打个电话。我跟你说，这么着急找大家来，无外乎俩事儿，要不就是借钱，要不就是病了。我叔叔身体可好着呢，你别乱说。别胡说八道。哎，老田，哎呀，赶紧！哎，先让我喝口水吧。哎呀，老田，你不是要借钱吧？病了。你才病了呢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说，前2天我到车间去了一趟，站在钢炉边上，看着那个火红的钢水啊，看着看着，哎，我突然产生了一想法。什么想法啊？哎，就是咱哥俩那天喝酒聊的那事儿。什么事儿我忘了，我喝多了，我记不起来了。哎呀，
就是你说的，咱们得给自己留点念一下。念一下。哦，对，有这么回事儿。可是这跟锅炉有什么关系？我呀，跟你们说啊，我看着这缸水，我想着，这炉缸水，咱们得给自己留着。给自己留着。一炉缸水啊，留着干嘛？卖钱啊？你呀就知道卖钱。不是你，我跟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咱们得用这缸水交一样东西。交什么东西？交东西。哎，听我说啊，厂徽。厂徽的正面写着“渤海炼钢厂”，下边写上哪年建厂，哪年关停。这个厂徽的后边呢，写上咱们这些年为国家做了什么贡献，炼了多少吨钢。总之就是把咱们的厂史写在后面。这不就是念想吗？啊，将来咱们老了，就是走了，咱们的孙子，哎，对了，还有重孙子来的时候，只要看见这厂徽，就知道当年这个地盘是咱们的，咱们的根儿就在这儿，所以孙子、重孙子的根儿也在这儿。哎，我这主意行不行啊？行啊，非常行啊，特别行啊！哎，你这闷葫芦还真有两下子，厉害啊你！叔叔，就这么定吧。你这个主意啊，值千金。我相信咱们钢厂的职工一定会为你鼓掌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鼓掌！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说这回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来晚了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到咱们厂资料室把这图纸给拿来了，这是我让小孙昨天晚上连夜设计出来的，大家伙好好看看。这是正面，这是背面。进。邓总，啊，你俩怎么了？遇见鬼了？出大事了。说吧，出什么大事了？邓总啊，刚才集团公司给我来电话了，咱们要提前支付给政府的15亿资金，暂时落实不了了。落实不了？为什么呀？集团公司跟南美的合作方发生了经济纠纷，现在当地的法院已经介入了，账户被冻结了。本来今天上午就能全部到账，结果到现在账上1毛钱都没有。是啊。那咱们自己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？没多少，差得太远了。这可麻烦了，麻烦大了。邓总啊，您也别着急，我跟总部去电话了，他们说也不是什么大麻烦，就是跟当地的一个公司发生点纠葛，很快就能摆平。再说，要真是大麻烦，那老爷子肯定早跟你打电话了。按合同约定的期限，我们的这笔款项半年之内到位就行了。这事儿按照合同条约来说，咱们倒是不违规。我答应曾书记了，我不能言而无信。但是你现在没钱，你能怎么办呀？他还说什么？他说，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会把资金筹到，不然的话，没脸见江东父老了。有什么具体办法吗？还没有，他现在也懵着呢，说等自己清醒了之后，会给你打电话。你去看看他吧，他应该心里挺难受的。
我倒是觉着你应该去。这个时候你给他的安慰，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帮助啊。不行，我去了给他压力更大。明白了。金市长那边是不是得赶紧通个气啊？当然，我回头就找他谈。你先走吧，我想自己静一会儿。好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这些企业家，有好人有坏人，拍着胸脯他什么都敢答应。你说我要天上的星星，他都敢说我现在去给你摘去。真要是到了拿钱的时候，原形毕露了，合同签得好好的，他都敢毁约。要按合同规定，至少人家到现在没违约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他不是说好了吗？15个亿一次性到账啊！虽然合同上没有体现，但是这是君子之约呀。他这么做是什么？这不是小人吗？海东市长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他是个小人还是君子，我是想问你这个当家的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？办法是有，我们俩可以商量一下。第一呢，找钢厂职工，跟他解释一下，政府呢也有政府的难处，答应他们的安置费1分钱不少，都会给大家，只不过得分期分批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一次性补偿是政府给钢厂工人的承诺，我们不能食言。怎么不行啊？你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就要打肿脸充胖子。只要老百姓觉得咱们政府说话算数，你怎么说我都行。说你的第二方案吧。第二个方案，咱们得向渤海企业界求援，咱们俩一块儿去找一下邵海帮。不去。原来啊，你是市委书记啊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咱们就别意气用事了。海东市长，如果你对我有意见，我现在只能说，不是提的时候。我会找个机会让你畅所欲言。我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。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，我就怕最后这件事情落到我的头上。我不瞒你说，前几天我找了财政局长，我给他打了预防针。我就是怕有今天呢，没想到真让我说中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。自古华山一条路，咱们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得靠财政拨款。行，你也别有这么大的压力。咱们说归说，闹归闹，你放心，我直接去找财政局长，天大的困难，我也帮你扛着。行，有什么结果，咱们随时沟通吧。拜托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有一句丑话我得说在前面，将来如果财政局有重大的问题，我还会重提我的方案。
把钢厂苏州区的开发权卖给企业。已经喝大了，你也不劝劝我。喝大了好，喝大了回家能好好睡一觉。来，陪你一个。为什么让你来啊？曾燕来，书记。他为什么不想？你这是真喝大了！我今天晚上跟你说多少回了？不是他不想来，他是怕他来见你，给你带来更大的压力。我不瞒你说，我今天就是手机充了3回电，我打了100多个电话。我跟我所有的朋友借钱，我邓耀伟跟人借钱，借的不借的，反正是答应我要到账的啊，加到一块儿，总共撑破天了1个多亿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们这个海外经济纠纷到现在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吗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我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给他打了好几次，他说对方的态度很强硬。这事儿到底谁占理？当然是我们占理了，但是这在国外啊，他当地的机构都是向着自己人嘛。那现在就没有一个其他什么别的办法？我现在就是恨不得呀，把我的公司给抵押了，但是那个流程太麻烦了，时间也太长了。行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曾书记跟我说了，说实在不行的话，政府也会把这笔钱拿出来，不会让工人兄弟们失望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哦，我看你这未接来电了，我是想到家以后踏踏实实的给你打过去。你现在到家了吗？你刚进门。吃饭了吗？没有。我之前找不到你，给吕征打了电话。我知道你现在面临的情况很严重，但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吃饭。我吃不下去啊！我就感觉我这身后站着2万多个工人，我答应过人家，钱我会1分不少的交到他们手里，可是我现在做不到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他又不能跳楼去。说实话，我也帮不上你。也许你现在需要的，除了吃饭，是冷静。好好想一想。我除了冷静以外，我还需要你。我是真想在你的肩膀上靠一会儿啊，我累了。那行了，先不说了，应该是吕征来了。这样，我那个睡觉之前再给你打过去吧，啊。